脚步声踢踢踏踏，感应灯一亮，于北堂麻利地退回墙边，弯了下唇，扭身跑掉。邻居打招呼，林庭月才从愣怔中回过神，回应完邻居，于北堂已经跑没影，礼物袋明晃晃地立在腿边。感应灯亮灯时他不说，偏在熄灭时开口。这女孩不仅胆子大，心思也缜密，只靠冷脸下不走。为不再入她的圈套，林庭月把礼物袋放赵生家门口，快步离开。走下一层楼，脚步逐渐放慢，附近鱼龙混杂，时常丢东西。若袋子丢了，于北堂误以为他收下，会助长他的小心思庞大，还是亲自回绝，态度更明确。林庭月又上楼取回衣服，装进书包带去上班。忙忙碌碌几个小时过去，凌晨回家，打开书包，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件衣服。礼物袋传来传去，有些皱，不知里面是什么款式。他打开袋子，拎出一件黑色连帽卫衣，是他喜欢的款式。转来没几天，已能精准掌握他喜好，可见用了不少心思。林庭月冷笑了声，叠起衣服放回去，发现底部有张纸，展开白纸，上面画着一个女孩蜷缩在墙角，男孩站在她身前和一群人打架，是那晚在超市门口的场景。人物旁边写着谢谢你。林庭月耳边蓦然响起女孩清脆甜腻的嗓音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一声又一声，回音不断。他忙把画折起来，烫手山芋似的放进袋子，全部塞进书包，拉上拉锁。早晨于北堂书桌里多了件衣服，林庭月又把衣服还回来。班级人多眼杂，他出来没多久，不好法当众送过去，只能暂时收下。回丰胥县，于北堂只为高考这一件事，不想中途出差池影响结果。他在家尽量避免和包路发生冲突，在学校也少言少语，极大程度降低存在感。几个月就离开，是否受欢迎、被喜欢都不重要。林庭月不仅发现了他在班级低调的原因，还利用这点切断那件衣服提供的拉扯接触。这人洞察力很强且聪明，可惜他也不是遇见挫折就停下的人，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，想要的他一定拼尽全力。课间休息，范康给于北堂发条消息，今晚我请假不上晚自习，放学不和你一起走了。于北堂，好的，你有事。范康，晚上商业街有歌手演出，我和林庭月过去卖东西。林庭月的生活围绕着学校、超市、KTV， 3点一线十分枯燥，出去卖东西是件新奇事，或许有新机会。学校9点下晚自习，于北堂盘算着时间问演出几点开始。范康，8点。丰胥县很小，学校到商业街也就10分钟车程，商演应该不会1个小时结束。于北堂决定去试试，有机会更好，没有就刷刷脸混个存在感。放学，他混迹在人群里走出校门，在路边拦下辆出租车，去了县城唯一的商业街。街道正中央的十字路口搭着舞台，叫不出名的歌手在台面唱跳，下面大人小孩乌乌泱泱挤满人，路边到处是卖小吃玩具的小摊位。于北堂穿行在人群里寻找林庭月和范康，走一圈没见到人，正迷茫，忽见小胡同里蹲着2个卖花的人向他们走过去，一看果然是他们。主路人山人海，他们不去卖，却躲在没人的小胡同里。于北堂困惑走上前，你们在这卖花？花是林庭月老板免费给的，没有成本。摆摊前他们满心欢喜，想着靠今晚赚些零花钱。来到现场才发现兴奋过度，忽略了各自的缺陷。林庭月不会讲话，只能在一旁陪着。范康嘴皮子溜，但脸上的胎记影响客流量，2人都不适合摆摊。1个多小时，1朵花没卖出去，最后泄气地躲进小胡同休息，不太好卖。范康叹气，估计要砸手里。于北堂走到花车前，花束绑着小彩灯，车前还有个色彩明亮的大灯牌，夜晚氛围灯很重要。林庭月还是有生意头脑的，只是不会讲话，限制行动。他一步到林庭月面前，仰头望向他清冷的黑眸，运筹帷幄，答应我2件事，我替你们卖。什么2件事？范康作为林庭月的翻译，率先开口。于北堂目光不收，还直直地望着林庭月眼睛，像要跳进那深不见底的幽潭。第一，收下我送的衣服；第二，小车里的花送我1束。OK， 这么简单的理由，范康率先答应了。于北堂不动，等林庭月回应。林庭月望着面前的人，小姑娘白白瘦瘦，看似弱不禁风，实则目光坚毅，信心十足。鲜花有时效性，枯萎后一文不值。他拿准了他别无选择，胆子真是大。他手掌张开，4指并拢，指尖回弯2下。范康在一旁翻译，他说可以。于北堂弯起眉眼，说到做到，不许变哦。他自小跟着于敏做生意，
摆摊开店都做过，不排斥也不恐惧在人群里售卖。于北堂按亮花车的灯牌，手一挥，走吧。范康不想再因脸上的胎记影响生意，没跟过去。林庭月推车陪于北堂走进人群，舞台上歌手卖力唱着，观看人群挤满主街，成双入对的情侣很多，闪着光的花车在夜里格外瞩目。有人上前询问，于北堂热情解答，没人来问，他主动找顾客，下到小孩，上到老人，但凡有往车上看一眼的，于北堂都能捕获到，并抓住机会上前问：小朋友买束花吗？小孩新奇说：买回家会有花仙子。会呀。于北堂蹲下身与小朋友平齐，妈妈就是照顾你、爱你的花仙子。这话小孩不太能理解，但母亲一定懂，为孩子操劳的疲倦得到安抚。鲜花又是生机盎然的希望，不用孩子哭闹打滚，母亲自会买，不为旁人，只为他自己。于北堂长得乖甜，嘴也甜，还有双敏锐的眼睛，悄悄洞察顾客的深层需求。花卖得很快，没多久，花车里只剩一束粉佳人玫瑰，有顾客上前讨价，最后一束卖便宜点，5块钱，您拿走。于北堂爽快答应。顾客伸手要去拿，林庭月快一步抢到花，背在身后，另一手左右摆动，表示不卖。顾客，我再添5块。林庭月还是摆手，什么意思？顾客看于北堂，刚刚讲好了5块钱卖我。于北堂也不知道林庭月怎么回事，问又不会讲话，他笑道：不好意思，这一束花我们不卖了。顾客不满，讲好价又不卖，哪有你们这样的？于北堂安抚顾客，胡扯说：抱歉啊，他不会说话，我刚刚又忙，没沟通好。这花他要送给女朋友，残疾人求爱不容易，还望阿姨多多理解。顾客见林庭月生得一副好模样，却不会说话，心生怜悯，算了吧，转身去别的摊位买。花车空了，于北堂成就感十足，笑着拍拍林庭月手臂，自豪道：卖光了。侧身一挥手，收摊走了。林庭月向前抓住他胳膊，于北堂回头，浓郁的花香扑来，怀里被塞进一束粉玫瑰，花束周围缠绕的小灯闪闪发亮，衬得花瓣娇嫩欲滴。林庭月也不解释，推着花车扭头往胡同走。于北堂追上去：给我花干嘛？不是要送女朋友？林庭月，他拿手机打字，不要扔了。于北堂忙到卡顿的脑子猛然复苏，想起自己提的2个要求，耳根顿时烧起来。当时随口一说，主要想林庭月收下那件礼物，花的事他都忘了，林庭月还记得。他慢吞吞追上，抱着花，侧头看他，谢谢。林庭月推着花车直视前方，没接话。3人一起打车回去，范康提前下车，赵生家那条巷子太窄，出租车不进。林庭月和于北堂在巷口下车，并行往里走。夜深人静，巷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少男少女走路的脚步声。林庭月腿长不宽，走路似风；于北堂一路小跑，累得小声咕哝，怎么跟踩风火轮一样快？喂，走慢点！回应他的只有耳畔的风。这几天，于北堂已经接受了林庭月的冰冷难训，没回应也不在意，深深一吸，加快脚步，小跑便中跑追春日。他速度快，没瞧见路面的小石头，脚底一滑，上身前倾，直直地朝地面摔去。他下意识尖叫，手臂快速被拖住。于北堂借力站稳，意识还停在惊吓里，五指死死抓住林庭月手腕。出租车热，林庭月脱掉校服外套，只穿件 T 恤，手臂毫无遮拦地被握住。女孩手指嫩如葱白，掌心温热柔软，细腻的热感渗传到她肌肤，烙铁般烫人。于北堂回过神，松开林庭月胳膊，谢谢。林庭月转身离开。短短一杀，于北堂理解了包路闺蜜为什么每晚聊林庭月却不追。这人真很难相处，拒人千里之外就算了，还会用无法讲话来屏蔽一切。缺陷摆在那，想生气都气不起来。他轻吁一口气，再次追上去，没话找话。你晚上还要去上班？林庭月没答，但脚步渐渐放慢。不用小跑，于北堂语调都轻快了。我还有张卷子要写。走到楼门口，他打开书包，拿出林庭月还回来的衣服，递过去。花我全部卖出去了，衣服不要再还回来。林庭月很轻地点点头。于北堂满意勾唇，我走了啦，拜拜。拐上楼梯，他一次上2阶，快步往家跑。进门直奔卧室，书包都没来得及放下，一口气冲到窗边。对面的窗黑着，林庭月还没走上来。以林庭月的步伐，应该很快进门。于北堂快速拆掉粉佳人的包装，随手拿起窗台上的空着的花瓶，
花巾悬停在瓶口，默数5、4、3、2、1，最后一个数完，对面的窗户乍然亮起，少年颀长的身影映入眼帘。放书包拉窗帘是林庭月每晚回家都会做的事，今晚也如此。于北堂算好时间，在林庭月站到窗边准备拉窗帘的刹那，他手指松开花巾，粉玫瑰自然落入花瓶，低头调整摆弄花的位置，随意几下便不经意抬头，视线穿过狭窄的巷子，隔着明镜的玻璃撞进林庭月眼里。巧合、偶然，那么自然。一路之隔的窗边，少年手臂消退的热度又烙铁般滚烫烧了起来。第七章，这场雨值得。你在干嘛？包路声音传来，于北堂立刻拉窗帘遮住外面。我买了束花回来，看这有个花瓶不错，正好放进去。包路拉开下铺的布帘，坐床上问：商业街买的花，你去看演出了？于北堂坐到书桌前，拉开书包，拿出卷子铺平，和范康去的。包路，你不嫌他脸上的东西恶心？于北堂看过一种说法，说胎记是天使留下的吻痕，被天使吻过的人怎么会恶心？他摇头。包路嗤笑一声，大城市的果然不一样，是真不挑。距离高考不过100余天，之后便是末路，只要不干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，于北堂都不放在心上，更不想与三观不同者争论高低。他戴上耳机屏蔽掉包路的声音，低头写题。数学于北堂基础薄弱，学起来吃力。他点开手机查银行卡余额，思虑着要不要请个老师。县城家庭教师的费用没有北川多，单请一科的老师可以负担得起。明天先问问能不能找到这附近的家庭教师。写完卷子，他爬上床，拉好布帘，在独立的小空间里拿出日记本，翻到林庭月那一页，笔尖顿在白纸上许久没走，留下一块黑墨。林庭月记得送他一束花的承诺，也在他差点摔倒后放慢了脚步，好像也没那么冷淡不近人情。真正冷漠阴暗的人是他母亲、表哥，任何一个过去了解他的人，知道他现在做的事都批评或鄙夷。还要继续吗？黑色墨点不断扩大，持笔的人却迟迟未动。没林庭月，下一次刘一强出现该怎么办？夜深人静，外放的聊天声格外洪亮。包路又在和闺蜜煲电话粥。前姨，我妈今天带我表姐去医院确诊了重度抑郁症啊！包路震惊难掩。夏雨姐在大学不开心。前姨重重一叹，要不是被刘一强骚扰，她的成绩是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。现在去了个那样的学校，能开心起来吗？看来长得漂亮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包路叹气，也不是全是因为漂亮。刘一强知道我舅舅和舅妈在外地打工，表姐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，才肆无忌惮地欺负他。刘一强从小就欺软怕硬，小学时有一次他抢我钱，被我爸狠狠地打了一顿，之后再没找过我麻烦。包路4岁就随包云山和赵生生活在一起，一直喊赵生为爸爸，口中为他出头的人自然也是赵生。赵生因为包云山而喜欢包路，也因不喜欢于敏而讨厌于北堂，是否亲生没那么重要。于北堂无声冷笑，父亲不管那就靠自己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的人生和前程绝不能被刘一强那样的混蛋毁掉。顿在纸上的笔尖终是动了。林庭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性感的、可爱的。随后又勾掉，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喜欢她。转学这些天，于北堂渐渐懂了为什么在读高3的包路和闺蜜整夜聊天，一张卷子不写。博城是所鱼龙混杂的私立高中，成绩2级分化严重，高3、5班成绩差，不听课不写题的很多，全校第一出现在这个班，纯属意外。范康因脸上胎记，在班里时常挨骂被打，林庭月为此主动转来5班，时刻待在范康身边。他转班第1天就与那些欺负范康的刺头打架，打到对方跪地求饶，惊动老师家长，全校皆知的程度才了结。此后5班乃至全校没人敢辱骂或殴打范康。脸上长胎记是范康的不幸，可有林庭月这样的朋友又是幸运的，于北堂很难不羡慕。晚上班级没几个人在认真上自习，老师回办公室拿资料的空隙，同学们立刻喧嚣嘈杂起来，闹声过大，于北堂一时分心瞥向窗外，玻璃溅满小水珠。下雨了，他打开书包，见夹层里有一把折叠伞，便收回视线，安心写题。放学，于北堂和范康打伞并肩走在路上。于北堂若无其事地问：下雨，林庭月晚上还要去上班？下刀子，他也会去。范康说：这么敬业。于北堂躲开水坑，语调平淡：1小时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1分不给他也会去。范康叹了声：
小姨整体对林廷月不错，就是沉迷麻将，亲女儿都顾不上，更别说林廷月。以前都是江离姐在看店照顾廷月，像后来梨子姐去外地读大学，看店的任务落到廷月身上，梨子姐边打工边读书，要赚自己的学费，还要管着廷月。她不想梨子姐那么辛苦，也四处找工作，但年纪小又不会讲话，工作时间还只能在晚上，到处碰壁，根本找不到。后来 KTV 老板季寒哥和周队知道这事，把他招进去，解决了燃眉之急。季寒哥冒着被罚款的风险，招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时工进来，压根不是缺人，就是想帮他。这份心思我都能看懂。别说林廷月了，他只要在丰胥县待1天，就会去 KTV 上1天班，薪水不重要，学校给他免除费用，家里又开着超市，不至于姐弟2个都打工吧？于北堂问。超市那点利润全都被小姨拿去打麻将。范康又叹，学校免除书费学费，可还有伙食费、卷子费，其他零碎花销。超市里面棚顶装了一个小阁楼，1米多高。以前廷月和梨子姐睡在那上面，爬梯子进去后要全程弯腰或爬行，行动学习都不方便。而且长大后姐弟睡一起也有许多不方便。林廷月就租房搬出去住了，还有换季衣物、生活用品，这些都需要钱啊。于北堂小时候跟着于明也过过艰难的日子，只是那时他年纪太小，记忆不深刻，清晰的记忆里大部分是衣食无忧的。初闻林廷月那么小就出来打工，还有困惑。范康解释完，他才渐渐明了，原来这样。你在北川长大，不懂也正常。范康顿了下，眉峰一挑，变了话题。你好像对廷月的事很感兴趣。不会，来真的吧？于北堂笑笑，没答。到岔路口，两人分开各自往家走。于北堂拐进回家的小巷。于北堂拐进回家的小巷，收起雨伞放进书包，淋着雨慢悠悠往巷子深处走。快到超市时，他扫了眼身上的湿度，随即加快脚步，小跑着打开超市门。随着门响声，林廷月抬起头，玻璃门上雨滴汇成水流，模糊了玻璃，像被虚化了。少女站虚化的背景前，校服湿漉，头发软塌，额前还流着水滴，唯有眼睛明亮，清灵灵的。视线一处，他移开，低头继续看电脑。牛奶几块？少女甜软的嗓音不大，却盖住了货架后麻将机洗牌的哗哗声，清晰无比。林廷月在纸上写出价格，举起本子递到于北堂面前，隔断目光。于北堂付过钱，拿着牛奶走到门边，忽地回头，我忘记带伞，能在这避会儿雨吗？林廷月翻过一张纸，写随意，谢谢。于北堂站到不影响顾客进门的位置，抬手擦擦额头上的水珠，从口袋里拿出单词本，默默背着。进门前那阵雨大，额头的水滴擦干还流。一包纸巾从收银台飞来，精准地落到于北堂展开的单词本上。他拿起纸巾，抬眸，1米之隔的少年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，没对视，也没理他，仿佛纸巾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于北堂抽出一张纸巾，茶香扑鼻，展开还有小熊图案。他弯了下嘴角，擦干额头水滴，再次道谢。10分钟后，林廷月收起电脑，拿过身后的雨伞，走到于北堂身边，手机屏幕亮在他眼前，备忘录写着关门了。哦，于北堂合上单词本，慢腾腾推开门，迈出1步，站在雨罩下回头说，我家在前面，你可以带我1程吗？林廷月拉上卷帘门，没答复。于北堂忐忑地等待着，见他直起腰，还没回答，主动说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他抱着书包跑进雨里，砰，黑色伞头顶散开，遮住即将落入皮肤的雨滴。林廷月站在他身边，于北堂处变不惊，甜甜一笑，谢谢。雨夜人少，巷子里空荡无人，只有雨滴落入伞底的滴答声，哒哒哒。伞下空间有限，两人挤在一起，手臂难免会触碰到一起。林廷月却将两人间的距离拿捏得很准，手臂始终与于北堂保持1拳宽度，礼貌又疏离。打车去上班，于北堂绞尽脑汁找话题，林廷月没答，撑着伞，走路专注。这些琐碎没营养的话题，林廷月大概率都不会答。这场雨不能白淋，默默走回去。他不甘心，操，这他妈的逼雨什么时候停？粗鲁的骂声像道惊雷突然响起，刘义强在附近。刹那间，于北堂停止一切想法，只剩下跑的念头，抬腿正欲跑，目光落下瞥见了林廷月的运动鞋，恐惧一瞬散退。深夜总能滋长邪念，他改了主意，拉起林廷月的手，
慌忙躲进2栋楼中间的狭小过道。事发突然，林廷月没握住伞，雨伞掉落地面溅起水花，雨淅沥沥地下着。他们侧身面对面挤在仅能容纳1人的小路里，头发肩膀都淋湿了，胸前却是暖热的。他们上身贴在一起，手还拉着。林廷月搞不清楚情况，又发不出声音，只眼神询问。于北堂竖起食指，比出虚的手势。刘义强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并没有朝他们这条路走来。于北堂心知肚明，却仍神情慌张地探头向外张望。他低林廷月一头，头顶正对他下巴，偏头张望时，发丝能蹭到他肌肤，该躲开，他没有。雨孩发丝乌亮柔顺，剐蹭肌肤像羽毛在轻痒，燥意涌起。林廷月抬手摁住于北堂头顶，禁止他探头摆动，想发作问到底怎么了。他突然伸手捂住他唇，贴过来的肌肤细腻冰凉，像小时候吃过的果冻，又比果冻多了层酥麻感。林廷月触电般移开。于北堂低头看了眼掌心，无辜又清透的眼睛望着他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听见刘义强的声音，一时慌了，竟因为刘义强。林廷月摇头，指了下地面的雨伞，示意他要出去。哦，好的。于北堂答应的痛快，目光却瞄着脚下的路。林廷月想出去，只能向左边走。他抬腿，他也抬腿，相同的方向，相同的步伐，不出意外地撞到一起。于北堂抬头，你先走，距离太近。雨还温热的吐息萦绕鼻间，干净如水的眼眸一眨不眨地望着他。林廷月不自然地偏头别开视线，抬手向前，示意他先走。细雨纷飞，毛毛雨滴落到少年发红的耳朵上，距离近，于北堂看得清清楚楚。凌晨，他在日记上写，这场雨值得。